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望梅不见人》。故事解说：战乱纷争的年代，局势危急，硝烟弥漫，一场凶险的突围正在上演。梅清然身处险境，心中牵挂着腹中尚未出世的孩子，他郑重地叮嘱身边的弟弟梅耀祖，让他带着自己先行撤离，务必好好照顾自己和他肚子里的孩子。梅清然看向弟弟，托付他一定要照料好姐姐，自己则打算留下来引开追击的敌人。他笃定地告诉众人，只要成功打跑敌人，就一定会回来和家人团聚。年纪尚轻的梅耀祖郑重应下姐夫的嘱托，承诺会拼尽全力照顾好姐姐。此时身后的敌军步步紧逼，随行的士兵慌忙向雷震廷禀报，敌人已经压了上来，局势刻不容缓。雷震廷当机立断，下令众人立刻撤离，身边的人也急忙呼喊梅清然赶紧离开。混乱的战场之上，尖叫声此起彼伏，所有人都陷入了仓皇逃窜的慌乱之中。就在众人慌乱逃命的关键时刻，梅清宁却突然拦住了姐姐梅清然，言语间满是不甘与嫉妒。梅清宁愤愤不平地诉说着自己多年的委屈，她控诉从小到大，所有的好处都归梅清然所有，父母向来偏心偏爱梅清然，就连自己心心念念的雷震廷，心中也唯独只有梅清然一人，他始终无法接受这样的落差，满心都是对姐姐的怨恨。梅清然看着无理取闹的妹妹，无奈又疲惫地反问对方，自己之所以被家人偏爱，被众人善待，仅仅是因为自己是姐姐，难道身为姐姐就理所应当处处忍让妹妹吗？眼下危机四伏，梅清然无心纠结姐妹间的恩怨，不停催促梅清宁尽快离开，一旦被敌军发现，所有人都难逃一死。可梅清宁早已被嫉妒冲昏头脑，根本不顾及眼前的生死危机，一心只想报复梅清然。极致的嫉妒让梅清宁彻底失去理智，她在危急关头对亲姐姐痛下狠手，梅清然猝不及防，瞬间陷入致命险境。坠落的瞬间，梅清然发出凄厉的呼救声，心中唯一的牵挂就是腹中的孩子。她在心底默默祈祷，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平安降生，她会一直等待孩子的爹爹归来，一家人团聚。时光匆匆流转，6年的岁月悄然逝去，曾经的战乱纷争已然平息，阳城在雷震廷的守护下恢复了太平祥和。街道之上，百姓们纷纷感慨，这些年多亏了雷大帅雷震廷奋力剿匪，守护一方安宁，才有了如今安稳的生活。阔别故土6年的雷震廷终于归来，他重回阳城，心中满是无尽的怅惘与思念。他一遍遍在心底默念着梅清然的名字，满心遗憾地想着，如果梅清然和当年腹中的孩子还活着，如今该是何等圆满的光景。梅耀祖看着神色落寞的姐夫雷震廷，内心充满了愧疚与自责。他主动向雷震廷认错，坦言都是自己的过错，当年没能护住姐姐，眼睁睁看着梅清然坠下悬崖，最终落得生死不明的结局。他不断安抚着沉浸在悲痛中的雷震廷，反复强调梅清然已经离世，希望他能放下过往。可雷震廷始终无法释怀，他总觉得心中的牵挂未断，冥冥之中感应到梅清然或许尚在人世。就在雷震廷心绪纷乱之际，一辆行驶的马车前，一个年幼的小男孩突然冲了出来，拦在了路中央，打断了众人的脚步。车上的下人见状十分恼怒，厉声呵斥这名不知来路的野孩子，直言他竟敢阻拦大帅的车队，简直是自寻死路。雷震廷连忙出声制止了手下的举动，下车查看情况。他低头看着眼前的小男孩，心中莫名升起一股熟悉又亲切的感觉，这份莫名的羁绊让他满心疑惑。小男孩性格乖巧软糯，十分懂事，他将自己手中的绿豆糕递到雷震廷面前，大方地表示要送给对方。雷震廷疑惑询问缘由，小男孩认真地说道，这是自己的妈妈亲手做的绿豆糕，味道很好，而且妈妈教导过自己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东西，所以他选择主动分享美食，表达善意。雷震廷接过绿豆糕，心底暖意涌动。正当他细细打量着乖巧的孩子时，突然敏锐地发现孩子身上带着一张照片，而照片上的人正是他心心念念了6年的梅清然。巨大的惊喜和激动瞬间席卷了雷震廷，他紧紧抓住小男孩，急切地询问对方照片上的人是谁。突如其来的力道弄疼了小男孩，孩子忍不住出声抗议。雷震廷立刻意识到自己失态，连忙松开手致歉，平复好心情后继续追问小男孩的母亲姓名。小男孩稚嫩地开口，只说出了一个梅字，话音还未落下，一旁的梅耀祖便急忙打断了对话。他慌张地提醒雷震廷，婚礼仪式即将开始，老宅的老夫人已经等候多时，不宜耽搁。雷震廷闻言暂且压下心中的疑惑，可心底的直觉愈发强烈，他始终笃定梅清然没有离世，这份执念久久不散，他只能暂且压下思绪，转身准备前往婚礼现场。小男孩看着众人离去的背影，默默转身独自走回了家。另一边，梅清宁看着雷震廷离去的背影，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，同时满心阴狠地暗自庆幸，刚刚险些就发现了梅清然尚存人世还生下孩子的真相。他暗自后怕，庆幸自己及时打断，没有让真相败露，避免自己的婚礼被毁掉。回到家中，年幼的小宝扑进母亲梅清然的怀里，乖巧地喊着妈妈。梅清然温柔地抱住孩子，看着懂事的小宝，内心满是慰藉。小宝天真地指着桌上带喜字的盒子，好奇地询问妈妈为何盒子盖子上有大大的喜字。梅清然温柔地告诉孩子，城中的教堂有新人举办婚礼，自己准备亲手做一些绿豆糕送去售卖。此时的婚礼现场，梅清宁满心欢喜地陪伴在雷震廷身边，一改往日的称呼，温柔地告诉雷震廷，自己不该再喊他姐夫，如今2人即将成婚，他该称呼他为震廷哥哥。
他娇羞地向雷震廷许诺，老夫人一直期盼家中能添丁，等到二人成婚之后，自己一定会为他生下多个健康的胖小子，圆满老夫人的心愿。可雷震廷满心都是逝去的梅清然，始终无法投入当下的婚事。他满心愧疚地感慨，若是当年自己护住了梅清然，他没有遭遇不测，如今两人的孩子也该长大，能跑着开口喊自己爹爹了。他回忆起过往，坦言梅清然生前最喜爱吃绿豆糕，还经常亲手做给自己品尝。梅清宁听闻此言，立刻将自己手中的绿豆糕递到雷震廷面前，询问他味道如何。雷震廷尝了一口，敏锐地吃出糕点里夹杂着特殊的薄荷味道。梅清宁连忙解释，这是自己独创的独门秘方，特意加入了薄荷调味。熟悉的味道瞬间击中了雷震廷的内心，这和梅清然当年做的绿豆糕味道一模一样。强烈的熟悉感让他心神俱震，他立刻厉声下令让司机停车，全然不顾即将开始的婚礼，告知身边的梅清宁自己有紧急事务需要处理，让他先行前往教堂等候。说完之后，雷震廷立刻命令司机掉头，赶回刚刚遇到小男孩的地方，想要探寻真相。看着雷震廷仓促离去的背影，梅清宁心中又气又恨。他清楚雷震廷此举又是为了思念梅清然，忍不住在心底暗骂梅清然阴魂不散，即便离世6年，依旧霸占着雷震廷的心，干扰自己的婚事。随后梅清宁找到弟弟梅耀祖，满心不安地询问对方，梅清然会不会真的没有死，还顺利生下了孩子。梅耀祖立刻出言安抚姐姐，直言绝无可能，当年是梅清宁亲手将梅清然推下悬崖，万丈悬崖之下绝无生还的可能，让姐姐彻底放心。听到弟弟的保证，梅清宁才稍稍安心。整理好情绪后，姐弟二人一同走进婚礼现场。此时宾客与老夫人均已到场，婚礼即将正式举行。即便如此，梅清宁心中依旧危机感十足，她在心底暗暗发誓，绝对不能让梅清然活着回来，更不能让雷震廷和老夫人发现真相，绝不允许任何人毁掉自己筹备已久的婚礼，抢走属于自己的一切。与此同时，梅清然带着小宝来到教堂外，准备售卖亲手制作的绿豆糕。小宝看着华丽热闹的教堂，忍不住感叹这里十分漂亮，转头却发现妈妈悄然落泪。他天真的询问妈妈为何哭泣，是不是又在想念爹爹了？梅清然连忙收敛情绪，温柔安抚孩子，告诉小宝只要卖完这些绿豆糕，攒够了钱，他们就能去找爹爹一家团聚。婚礼现场内，雷老夫人端坐席间，心中暗自感慨，近日总是不由自主想起梅清然，或许是自己年纪大了，容易念旧。如今雷震廷即将和梅清宁成婚，一切尘埃落定，他不停宽慰自己，过往的恩怨情愫都已过去，不该再执着于旧事。梅清宁在教堂外意外撞见了带着孩子的梅清然，亲眼看到本该死去的姐姐赫然站在眼前，他瞬间大惊失色，满心的震惊与怨恨瞬间爆发。他快步上前拦住梅清然，厉声呵斥。没想到6年过去，梅清然的命竟然如此坚硬，坠崖未死。一旁的小宝见母亲被人呵斥，立刻挺身而出，大声呼喊着让对方放开自己的妈妈。小小的身躯挡在梅清然身前护着母亲。梅清宁看着眼前的孩子，瞬间笃定了心中的猜测。他冷笑出声，直言这个孩子就是6年前梅清然腹中的孩子，是个无人知晓的小野种。积压6年的委屈与愤怒彻底爆发。梅清然冷冷质问梅清宁与梅耀祖姐弟二人，当年若非自己的父母心善，收留无家可归的他们，二人早已冻死在街头。可他们不仅不知感恩，反而恩将仇报，在危难之际狠心将自己推下悬崖，行径歹毒至极。他愤怒地表示，自己一定要将二人的真面目告知雷震廷和雷老夫人，让所有人看清他们的恶行。梅清宁听闻此言，杀意彻底显露，他面目狰狞地告诉梅清然，想要告状根本没有机会，今日就让他和孩子葬身于此，只能去阴曹地府诉说冤屈。就在梅清宁准备动手之际，外出寻找线索的雷震廷派人四处打探消息，有路人认出了照片中的梅清然，告知前来打探的下人，这名女子带着孩子常年在街头售卖绿豆糕，孤儿寡母相依为命，日子过得十分清贫艰难。下人连忙追问细节，得知梅清然的孩子名叫小宝，今年刚好5岁，模样乖巧可爱。母子二人今日前往了教堂售卖糕点，恰逢教堂举办婚礼，得到关键线索的下人立刻折返，将所有消息告知雷震廷。当雷震廷得知自己还有一个5岁的儿子，得知梅清然母子尚在人世时，巨大的喜悦席卷全身，他激动不已，心中狂喜，感慨雷家终于有了血脉传承。他来不及多想，立刻带人火速赶回教堂，想要立刻见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妻儿。教堂之外，冲突已然升级，梅清宁狠下心肠，打算彻底除掉梅清然母子，杜绝后患。他厉声命令梅耀祖动手，想要将梅清然和小宝灭口。梅清然见状，立刻让小宝快跑逃生。梅耀祖听从姐姐的吩咐，当即对梅清然动手，场面瞬间变得凶险万分。混乱之中，梅清宁出言嘲讽梅清然，嘲讽他若是当年带着孩子远走他乡，尚且能够安稳度日，如今执意回来，纯属自寻死路。小宝看着母亲被欺负，勇敢地冲上前保护母亲，怒斥众人不许欺负妈妈。年幼的孩子根本无力抗衡成年人，瞬间陷入危险之中。就在梅清宁姐弟二人步步紧逼，欲下狠手之时，雷震廷的身影骤然出现，及时制止了这场恶行。雷老夫人紧随其后赶来，看着混乱的场面，满心疑惑，询问迟迟不肯换礼服，延误及时的雷震廷究竟是何缘由。雷震廷情绪激动地告诉老夫人，梅清然没有死，6年来他一直好好活着，
还为自己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名叫小宝。此刻母子二人就在教堂之中。老夫人闻言满脸震惊，一时间难以接受这个事实。她连忙劝说雷震廷，告知他众人都以为梅清然早已离世，让他放下过往，珍惜即将成婚的梅清宁，不要辜负对方。可雷震廷无比笃定，他拿出梅清然亲手做的绿豆糕作为证据，告诉老夫人这是梅清然的手艺，他一定就在附近。说罢立刻下令手下全员搜查教堂，务必找到梅清然和小宝。另一边，梅清宁依旧不肯收手，依旧对梅清然大打出手，嚣张跋扈的扬言要彻底了结对方。梅耀祖也在一旁帮忙，对年幼的小宝步步紧逼。梅清然拼死护住自己的孩子，悲愤地质问梅清宁姐弟，小宝是雷震廷的亲生骨肉，他们为何如此狠心，对一个无辜的孩子痛下杀手？梅清宁闻言更加心生忌惮，阴冷地说道，正因为小宝是雷震廷的孩子，自己才绝不能留他存活，只要这对母子在世，自己永远无法安心。现场局势愈发混乱，梅清宁看着赶来的雷老夫人，故作委屈地劝说雷震廷冷静，今日是他与自己的婚礼，若是大闹一场，只会让自己颜面尽失。可此时的雷震廷早已无心顾及婚礼，满心满眼只有梅清然和孩子的安危，他执意要找到母子二人。梅清宁见软言劝说无效，心中恶念丛生，看着容貌出众的梅清然，心生歹念，扬言要划他的脸，让他再也无法凭借容貌吸引雷震廷，让他彻底失去争夺一切的资本。年幼的小宝看着母亲即将受辱，吓得放声大哭，不停哀求对方不要伤害自己的妈妈。躲在房间内的梅清然紧紧抱着受惊的孩子，温柔地安抚小宝，承诺一定会带着他平安离开。梅清宁紧随而至，堵在房间之中，看着相依为命的母子二人，面露阴狠，直言既然雷震廷如此在意这个小野种，那就先送孩子上路，让母子二人阴阳相隔。门外的雷震廷清晰听到了梅清然的声音，确认了心爱之人就在房间内，当即就要破门而入。雷老夫人连忙出手阻拦，以婚礼风俗为由制止他，告知他新郎婚前不可见新娘。如今房门之内是梅清宁的房间，万万不可坏了规矩。雷震廷早已顾不得世俗规矩，他手持绿豆糕，坚定地告诉老夫人，这是梅清然的专属手艺，他和小宝一定就在房间内，恳请老夫人放行。可雷老夫人依旧执意阻拦，不停劝说他放下过往，珍惜眼前的梅清宁，不要继续胡闹。房门之内，梅清宁的迫害仍在继续，一场爱恨纠葛的终极对决在教堂之中彻底拉开序幕。